這是電視機，這是閨蜜機，這是老友機。又發现新大陸的朋友們，還記得前年我們玩過那一台能站能走的閨蜜機？這又來了一台。只能放着，甚至可以釘牢在桌上的老友機。为了提前50年適應，我直接一個3253元的花費，看看怎麼個事兒。哎，別說，這麼一看，我居然覺得一個不能動的老友機，比滿屋亂跑的閨蜜機還要更有想法。這真是重量級啊，足足7斤，包裝上面一個碩大的媽媽形象，你就說安不安心吧？這類產品我之前是完全沒有接觸過，甚至都沒有聽說過，所以這外觀還真得研究研究。正面一塊17.3英寸屏幕，這個尺寸已經達到了顯示器級別了。底座上面一排的按鍵也是做了加大處理的，而且你看，一個旋鈕，一個橙色的按鈕，兩個凹進去的是菜單還有選擇鍵，故意做的每一個按鈕都非常的不一樣，增加記憶點。旁邊還有大大的中文寫的作用，而且我跟你們說，最好玩的是說明書的字體它也是大號的，太走心了哦。先插個 DC 電源，長按電源鍵開機。這是我的桌面。不是我的桌面啊，真是我的桌面。這就是老友機最重要的功能之一，擴視。我直接拿上來說啊，它這個呢，把東西放在桌上直接就放大了。而且你們注意到了嗎？它这個是自帶補光燈的，照明範圍覆蓋的也很到位，也支持自動對焦。比如說我這個拿近一點，哎，你看它這個對焦速度還挺快的，顏色居然也沒有太大的問題，像這隻貓貓的顏色就挺準的。這個操作起來簡直就是超級符合直覺。選這個旋鈕，它就可以放大。當然啦，它是數碼裁切，沒有全網表意像素，但是在這種場景下，直接縮放才是最優解。放大之後，我們推這個搖桿，它就可以上下左右進行控制了。你別說，這還挺流暢的，就有點像是在玩街機，好嗎？當然啦，超出1倍採集本身的範圍還是不能看到的，那怎麼辦呢？挪一下書呀。Nice. 而且感覺在這底下做點小手工啥的，就不用長時間的低頭或者是近距離看東西，還蠻不錯的。那這個呢，就是擴視功能的基本用法了。更進階的玩法呢，假如我現在放大的倍數比較高，那我就只要按一下這個旋鈕，它的放大倍率就會回到1倍。哎，它會高亮之前被放大的這個區域。再次短按這個旋鈕呢，它就又回到了放大的區域了。撥動搖桿的同時，短按這個側邊的音量鍵就可以調節它的瀏覽速度。比如說我現在往右邊，向任意方向快速撥這個搖桿2下呢，你就會跳到這個畫面的邊緣，這樣子就到最左邊了，最右邊，回到頂部。按下搖桿又會跳到畫面的中心。想要玩懂這一套也是要一定的學習成本的，但是不會也不影響實用。哎，對了，這個電源鍵如果短按的話會怎麼樣呢？給大家3秒猜猜看。嘿嘿，它可不是鎖屏哦，而是變色。在讀一些背景比較複雜的內容的時候呢，這個功能就非常好用了。它這個背景上面本來有一些貓貓頭的，按了這個按鍵之後，貓貓頭就消失了，只剩文字了。好，那接下來的按鍵有什麼用呢？居然是菜單，看起來是調整顯示參數的。咦，這個搖桿怎麼不管用了？沒錯，這一塊17.3英寸的大屏幕是支持觸控的，哪裡不會點哪裡。其實擴視功能不只是看字哦，把思維放寬一點，勾勾毛線、拼拼樂高也很實用。大家還能想到什麼玩法呢？如果只能單純當一個數碼放大鏡，就像國王用金鋤頭一樣，不夠盡興。大家觀察一下家裡面的長輩，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機？那咱做晚輩的，總想幫點什麼？手機屏幕太小，那就換平板；平板還不夠，那就投屏。這就是老友機的第2張王牌了。剛剛 DC 電源的下邊就有一個 C 口，官方很貼心的準備了2根投屏線，一根 C2C， 一根 C2 Lighting， 精準覆蓋，全都要，甚至還是編織線。好，老友機、手機都準備好了，連上線，咚，怎麼不能用啊？嗨，還得額外下載 App， 還好它直接就跳轉網頁了，我點下載就好了。哎，你看2維碼是什麼意思啊？我還得另外找一台手機來掃碼是嗎？好，現在重新來一遍哈。老友機、手機 C2C，咚，
手機畫面就出現了。因为是有线投屏嘛，所以你的手机本身不卡，它就不会卡，而且还可以反控手机，操作全部在老友机上面完成。这么一转，屏幕自动识别旋轉，豎屏刷短視頻、看新聞、下象棋，橫屏就看劇、玩原神。這是真老二次元了。啟動。iOS 用戶就得受點委屈了，雖然投屏不需要安裝 App， 直插直連。但是少了反控手機的功能，想要點個按鈕還得套手機，顯得有些雞肋了。不過更好玩的是 ，iPhone Air 的那個 C 口不是閹割的 DP 嗎？也是 USB 2.0 的版本。老友機突破了庫克的技術封鎖，實現了投屏。我猜啊，應該是這一根原裝線有點東西啊。這個機器用了軟投屏的方式，從而實現了投屏，所以投屏後的手機時間會固定在9點41。跟愛思助手一樣的。我還試了一下其他的 C2C 線，連全功能 C 口的 iPhone 17 Pro 都投不過去嘞。大屏反控，理想很美好，意想不到掉鏈子的地方也不少。因為手機通話的時候不能被收錄，所以如果想要在老友機上面視頻通話的老友，就只能看到畫面，收音和外放就在手機端。要是站遠一點，玩你畫我猜了，屬於是。官方給出的建議是，把線拔了，在手機上面打。那除了手機、平板，其他設備能不能投屏呢？就比如說 Switch， 我幫大家試了一下，不行。但是思路打開來，我把 Switch 屏幕擴視不就行了嗎？你他娘的還真是個天才！老友機的2大王牌夠不夠猛？看一眼進度條，還沒到結束的時候。硬件上最後一個按鍵是切換擴視和投屏的切換鍵。顯示屏的下方還有一個3.5毫米的耳機孔，還有 SD 卡槽。別誤會，耳機孔是普通的耳機孔，但 SD 卡槽只能用來升級固件，平常插卡是沒有反應的。開頭說了，閨蜜機能站能走，但千萬不要小看我們的老友哦，拔掉電源照樣能用。咱也不知道圖的是什麼啊，哪位老友帶着7斤的老友機到處跑啊，扛着去公園，今日負重訓練油了。高達8000毫安時的電池，官方宣傳續航能到5.5個小時，輕鬆吊打 iPhone Air 了。老友機的支架支持橫豎屏自適應切換，-10度到30度的俯仰調節，但是在擴視模式下，即使是豎屏，也只能看到橫屏的畫面。相比閨蜜機，對於老友機更多的是感嘆，居然針對於一個這樣子的使用場景，也有一個功能還算完善、用起來體驗不錯的產品。與其討論這個硬件成本到底值不值3000多塊錢，不如說在這種使用環境下，還能有產品可以選擇，已經值回票價了。OK， 那麼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啦。如果這期視頻還有點意思的話，記得給我點個3連關注哦，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那我是 Tilly，咱們下期再見吧，拜拜。